叶主任，你怎么也到普外了？找李主任。放心吧，免费做减重手术的事儿，他已经答应了。叶主任，我可是卖了你一个大人情啊！谢谢你，李主任。别客气，给心外的人打电话，我这边要完事儿了，叫他们准备上台。好的。唐主任，病人情况怎么样？醒得不错，目前情况稳定。我去看看他。唐主任，不用怕，手术很成功，不用担心了。今后呢，你要控制饮食，好好的锻炼身体，有好的身体才能更好的看球，对吗？找到了，病人把颈下条还回来了。行啊，这邢大中运气够好的。哎，为什么你每次说完话扭头就走？你以为这样就完了？不然还想怎么样？我事先声明啊，我是不会同意曹主任调过来的。不是因为这事儿，是因为人工心脏研究宣传的工作，院里已经研究过了，你必须接受《医疗世界周刊》的采访。可是人工心脏现在的情况，我明白，我明白。在研发成功之前，你不想过多的被采访，会影响王海明和团队的节奏。所以啊，我和周刊的主编商量过了，可以派一个人追踪采访。等研发成功了，到时候可以做一个全面的、完整的报道。这个条件已经很好了，我没办法拒绝。佳玉，你就当帮我一个忙，等下次离记者来了，你配合一点。15床今天出院了，手术效果不错。这件事儿呢，也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大家可以松口气了。我说两句啊，那个通过这个事儿呢，我跟小波充分体会到了大家的热情和咱们这个小集体的温暖，所以呢，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感谢，我们俩为大家比个心吧。哎，你们两个不会天真的以为给大伙儿比个心，我们就放过你了？那还怎么样啊，主任？你要干啥呀？这个手术耗材的钱是你们垫的，但是人工费我们都免了。哎呀，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大家都是一个 team 的。不停跳搭桥，那很困难。那相当的困难，累都累死了。都是兄弟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嘛，是不是？朋友。哎，蒋百烈，到，上连接，就等您一声令下，发过去了啊。在群里，我天，在群里啊。是理解。我天，这么多呀！里面所有的零食是我的，其他人说说你的需求。跑步机一台谢了，电子琴一台谢了，我这便宜啊，观影 VIP 年卡1张。你还有时间看电视剧？当然说你也用我账号了，真的吗？哎，链接里面最贵的化妆品不是我们的啊，确实。吴爱科李主任送给他现在老婆的。他早晚还得离。主任，我是主，他是主犯，我是从犯，能打个折啊？打什么折呀？哎，还有，钱守义出院之前送给我们一面锦旗。哦，对了，这购物车也太人生处处有惊喜啊！展示一下。当当当当！从今以后，这面锦旗就放在秦大中书桌旁边，让他早起晚归都能看见，好鞭策自己，好吧？没问题。老秦，辛苦了。叮叮。行了，收收心吧。
准备干正事。哦，这应该早点干正事。老崔，哎，走了。主任，都准备好了。嗯。进来。哎，处长，您方便吗？方便呀，说。啊，这是今年院内中层干部竞聘的名单，各科室提交上来的，后天领导投票决定。检验科的小杨大夫也参加了。啊，他只是报了名，资料还没有交上。那你赶紧催一下，后天院里就要投票了。哎，知道了。嗯。来，处长，那花真漂亮。病人陈小雨5岁半，是一个永存动脉干患者，分型为2型。蒋百烈，考你，什么是永存动脉干？永存动脉干，永存动脉干是一种先天的大血管畸形，患者在胎儿时期由于胚胎发育有缺陷，导致他原始的动脉干没有分为主动脉跟肺动脉，且只有一组半月瓣跨于2心室之上。这样的情况虽然少见，但是一旦发生不做手术的话，死亡率还是很高的。精神点了吗？不可能。不过主任，为了避免肺动脉高压，最佳的手术时机是出生后的6个月内。这孩子都5岁多了，还能手术吗？这得问叶主任啊，病人是他介绍的。一鸣，你哪儿捡这么一病人？门诊大厅啊。他们家是外地的，家属没挂上号。你呀，老是给自己找麻烦。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以后我是不是就不帮你跟李主任求情了？你做这是好事儿，这个将来好事儿有好报，对吧？继续努力。病人出生没多久就已经确诊，那个时候治还可能痊愈，可是现在已经5岁多了，我想现在早就是肺动脉高压了。可是肺血管病变到什么程度才会被列为绝对手术禁忌症？这一直是有分歧的。我最近查了一篇文章，如果肺血管阻力小于15误的 ，QPQS 大于1.25，对吸氧实验有反应，就可以成为手术指标。师兄，你这快把我们心外的活儿都抢了。班门弄斧，这不刚好看见了吗？就给大家做一参考。蒋百烈，给病人开 CT。超声、右心导管检查。对了，还有造影，尽快做。是我。我也不能确定这个手术能不能做，要等所有的检查出来才知道。你能收这个病人，我就很满足了。叶主任再见。抓紧时间啊！啊。我怎么觉得主任跟叶主任说话的态度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哎，他们是不是以前就很熟啊？这你都看出来了，肖百烈你够早熟的呀。护士长，我先去核实一下啊。行，快去吧。护士长，导尿管没有了。不应该啊，我记得储藏室还有很多呀。我都翻遍了，一根都没找着。护士长，要不然你帮我找找呗。我一会儿要去护理部开会了，你让一线帮你找找。啊，不行呀，护士长，我还得去换药呢。护士长，那没办法了，要不你还是帮帮我吧。行，走吧。怎么是空的？不应该啊！是不是跟那个引流管放在一起了？它们长得也挺像的。陆老师，这个是杨瑞，你怎么在这儿？卢老师呢？平时那么机灵，这回傻了，也不看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吴明明小姐，未来的人生，我还想这么和你腻在一起，不知道能不能愿意赏脸嫁给我。主任，
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刚刚明明姐的男朋友跟她求婚，我们去看热闹去了。他同意了吗？答应了，让他去护理部开会了。护士长都去开会了，你们3个还在这干嘛呢？工作。唐主任，副主任，有事吗？小雨的检查报告出来了，病人是你介绍的，所以想让你知道一下。怎么样了？有手术指征，可以手术。哟，唐主任、叶主任，恁来了。小雨啊，快叫人。阿姨好，叔叔好。少说话啊。现在科里住的病人有点满，所以条件不太好，只能加床了。等一有空床，马上给你们换位置。啊，这叫啥条件不好啊？这好得很，好着呢。你看，有医生能干看病，那是俺的造化呀。要不是叶主任，俺都挂不上号。别这么说。小雨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除了先心病之外，肺动脉高压有点重。不过好在是有手术指征的，可以手术。那就好。您是小雨的？我是小雨的姥爷。哦，那还是尽快让他父母来一趟吧。毕竟这是大手术。小雨的病刚查出来的时候啊，他爸妈就闹离婚。那后来呢，他妈嫁到外村了，他爸呢也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他呀。小雨是我一手带大的。唐主任，俺就想问问，是不是俺把小雨耽误了，没早带他出来做手术？你为什么会这么问？不是不想来，是以为手术费贵，后来知道新农合能补贴一部分，加上我种红薯，卖了钱我都攒着，攒了一阵子才敢带孩子来手术。我就怕是我把小雨赶了，看着孩子每天这么难受，这么痛苦，我心里。您放心，您没有耽误，所以心理压力不用那么大。只不过这个手术完成上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术后的并发症比较高。但是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没有耽误的，没耽误就好，没耽误就好。谢谢。别客气，别客气，让孩子好好休息。好。少说话。你走了啊。我刚才啊，真担心你会把事实的真实情况告诉小雨他了，说确实耽误。就你会做好事儿，我就那么冷血吗？一点眼力都没有是吧？不是这意思。小雨的各项指征都压在手术线上，既然是你带的病人，那麻醉我责无旁贷啊，一定为唐主任保驾护航。有人吗？这谁的孩子啊？不哭了，不哭了。3场5连胜。王警官，我吴敏敏。昨天的案子有进展了吗？哦，那如果有消息的话，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好，谢谢你啊。怎么样，护士长？王警官说找到那婴儿父母的下落了吗？说医院的监控只拍到扔孩子那个人背影，是个女的，但具体这身份还要调查。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扔，那也太狠心了吧！王警官也说了，这是犯了遗弃罪，
要抓到的话，可能会判刑的。那他们是活该，可怜的是那孩子。新生儿科的护士打电话说，那个孩子特别爱哭，昨天晚上闹了一晚上。我说，要是你们心脏在胸腔外面跳，你们也得哭。麻醉马上来接人了，陈小雨的姥爷去哪儿了？刚联系了，说马上就到。你马上再去联系。孩子马上手术了，老人为什么不在医院呢？行，那我联系一下。嗯。主任，哎，我正找你呢。护士长，我还要找你呢。听说你订婚了，恭喜你。谢谢主任。我找你是关于那个弃婴的事儿。Control 5联症的那个孩子啊，新生儿科给他做了 CT， 这是检查结果，你看一下。这孩子算严重的吗？算是很严重，不只是外表畸形，心内还合并了严重的流出道畸形。如果不马上手术治疗的话，不会马上死亡，但是自然寿命不会长。这正是我想找你的原因。医院有紧急人道主义救助义务，所以新生儿科暂时收了这个孩子，可他们那边做不了这个手术。我明白，紧急人道救助是要救助那些马上生命在短期内有危险的人。这个手术算是纠正畸形，不在范围内。那你说有没有可能组织公益手术？其实你昨天跟我说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一点，但是最近的情况特殊嘛。秦大中的那个病人，我们已经做了一台公益手术了，所以人情债已经透支了。最近刘峰也不太高兴。这个手术如果只是涉及到我们心外科还好，但是Control 5联症还要涉及到胸外科还有普外科，这种跨科的大型公益手术，我是担心组织起来。我明白你的担心，我也知道难度的确不小。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还是想试一试。敏敏，主任，你笑什么呀？如果你不想试，我才觉得意外呢。我肯定是支持了。如果你能找到资源解决这次所有手术的费用的话，我的时间是可以赞助的。谢谢你啊，主任。客气什么？喂，找到了。陈小雨的姥爷到了。去哪儿了？好像是老爷子带的钱交完手术费就没剩多少了，所以他找了个临时工。哟，对不起啊，唐主任，俺来晚了。没关系。一会儿手术千万不要离开医院，中途要出来让家属签字。哦，我不走。我这活嘞是半夜2点到早上6点，我今天刚去，不知道啥状况，明天我就知道了。哦，我的手洗过了，龙医生说让我洗完手再给小雨梳辫儿。哎呀，小孩一会儿进手术室来，这个给小孩打扮来好看点儿。大人梳的辫子最好看，是不是？小雨啊，进手术室要听唐主任的话，不许哭闹啊！不行给人找麻烦，记住不？嗯。乖。老爷子应该没吃饭，一会儿去食堂给他打一份早饭。主任，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我。唐主任，过来接一下病人，叶主任已经在那边备药。好，麻醉科来接人了，准备去手术室吧。好，走吧。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小雨，乖，咱俩刚才咋说嘞？小雨，乖，听话。老爷刚才咋跟你说嘞？啊，乖，不哭啊。给老爷养老啊，咱坚强点啊！来，小雨，走了。来，乖，不哭。小朋友，这个娃娃是不能带进去的，要给老爷拿着啊。不哭啊，不哭。
唐主任，给他添麻烦了，俺家小雨给你添麻烦。你好，宋主任，您现在时间方便吗？想耽误你几分钟。找我有事啊？是这样的，我呢捡到了一个弃婴。哦，这个我知道，就是勘断5联症那个，怎么了？啊，我想试着组织一场公益手术，普外和胸外的主任都有意参加，我们科的唐主任也愿意帮忙。主要现在手术费用的问题没法解决，咱们科不就你和各大救助基金的人熟嘛，所以你看，你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副指导，咱们是医务工作者，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参加公益手术，自然是责无旁贷。主任，病人心衰加重了，我打给移植中心问了，还是没有供体。不是刚才对药物反应不错吗？哎，宋主任，将左右肺动脉开口连同相连的动脉干壁一起切下来，缺损在这里，可以直接缝。但我今天用了补片修补，主要是保险，一定要缝严密。不然听体外循环的时候，开放主动脉阻断前再发现漏血，止血会非常困难。血氧有点波动，我在控制，你继续手术。好。哎，这台手术有惊无险，终于算挨过来了。唐主任，这手术啊占一半，术后恢复占50%，这仗才打一半，别高兴太早了。最艰难的一半，你这个只饮半杯水的悲观主义者啊！先吃饭吧，菜都要凉了。我跟你说啊，在医院待得越久，我就越来越不相信“人生来平等”这句话。我觉得在医院里已经算是相对平等了，不管你这个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得了病都一样要受罪。我记得几年前啊，有一个全国富豪榜上排前几的人得了晚期肝癌，来安和做手术，所有的一切都用的是最好的，可最后人还是走了。我说的不是这个，很多人没有出生就已经得了不治之症，孩子刚刚出生落地就没有办法跟其他健康的孩子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一生下来就要靠手术刀才有机会活下去，所以哪有那么平等的？很多人努力一辈子都希望能够平安生活，健康无忧，少病少灾就够了。不过今天能完成陈小雨这台手术，我真的挺开心的。这种错过手术最佳时期的患者，能救一个就是捡一条命。所以谢谢你从门诊捡到这对祖孙，敬你啊！还有，谢谢你在手术台上保驾护航。干杯！干了啊！来，你真是笨哦。笨笨的不挺好的吗？我就喜欢笨笨的，不然怎么凸显我男朋友的作用啊？来，3手拉弦，前手推弓，别紧张。3、2、1。等会儿，闭哪个眼睛？闭左眼。闭左眼，左，这样。对，这样对了吧？来，3、2、1，放。我可以了。我有衣服，只是今天不是从医院出来的吗？
把女朋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朋友才有成就感吧？哎，你看这裙子怎么样？我不太适合吧？我觉得挺好的，试试。我听说你参加中层干部竞聘了。是啊。让你们补材料。啊，我今天收到通知了，我明早补交。哎，明天院领导集体投票吧？其实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儿。明天的投票我也参加。我们的关系……嗨，你不用在意，你想投谁就投谁啊，我又没叫你非投我。那我要是真的没投你，你会不高兴吗？我为什么要生气啊？而且，我也想靠自己的实力竞聘上岗。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没想到你有这么好的心态，那我就放心了。今年的竞聘很激烈。是吗？我快过生日了，反正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竞聘上科室的副主任。啊，你刚才不还说你不在意吗？哪有人不在意自己的前程的？你好，看看这几件有喜欢的吗？必须得是监护人申请吗？好的，谢谢啊。喂，杨瑞，我还在医院呢。啊？叔叔阿姨明天要来？吴姐，你看这孩子哭得不停，愁人。他肯定眼疼生了。好了，晚安。抱抱抱抱抱。哦，对了，吴姐，我有事儿跟你说。什么事儿？这医院捡了孩子的事儿，妇科跟产科不都传遍了吗？今天产科来了个护工，说可能知道孩子的妈妈是谁。是谁啊？上周东边大桥下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那女人来的时候就怀孕了，然后自己还把孩子给生下来了。护工说他见过那孩子，孩子肚子上有个包。哎，你好，王警官，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是这样，关于上次弃婴母亲的事儿，我有个很重要的线索想跟你反映一下。情况怎么样？还可以，刚才吸了痰。不好，是肺动脉高压危象，把氧浓度调到100%。好，准备一氧化氮，来半支前列地尔。周达，主任，患者昨天晚上共出现了3次肺动脉高压危象，但是都在用药以后得到缓解。主任，我觉得悬啊。一般术后48小时，肺动脉高压开始下降。如果能挺过第48小时，说不定还有希望。不用一氧化氮吸入了，改用靶向药。那就瑞莫都林和波生坦，还有西地那非。快去吧。好，我去开医嘱。主任，小雨老爷呢？在 ICU 门口守着呢。他应该是早上过来的，不过我看他身上衣服挺脏的，应该是昨天去打扫街道了，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想见他孙女。
哎，陆医生，咋样？小雨好点没有啊？啊，能让我见见他不？现在进不了 ICU， 而且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稳定。那能把这个娃娃给他带进去不？他从来没离开过身，他看见娃娃他高兴啊。这个娃娃他进不了 ICU。哦，要不你在这先等会儿。哎。老爷子，你跟我来。护士长，怎么了，龙医生？麻烦帮我把这个娃娃做个消毒，这个不是……最好能快点。哦，好，于倩，过来一下，把这个消毒尽快拿给龙医生。哦，好嘞。下来。举手之劳。护士长，我听说你今天要见未来公公婆婆，查完房子还不走，在这干耗着干嘛呢？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哎，你好，王警官。找到了，哎，那太好了。哎，那方便我跟你一块儿去吗？处长，这是检验科补交的竞聘人资料，您看看。就这些啊？那论文或者是科研成果什么的？你也觉得这王光奇怪吧？论这资历，这科室副主任怎么也轮不到他呀。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那同期竞聘的姚小岗可比他优秀多了。这我们背后都说他要不是上面有人，要不就是脑子进水了。别这么说别人，本来竞聘就是人人都有权参加的。哦，那我先走了。嗯。我看一眼。主任。用药之后，肺动脉的情况已经稳定了。现在孩子也醒了，我在想。你在想让老爷子进来？对。如果能闯过这一关，病人跟家属见一面，也能够稳定一下情绪。如果真的闯不过去的话，主任，我已经让老爷子穿好了一次性的无菌衣，现在人就在门口等着呢，随时可以进来。你已经想到了？去吧。好。他就住这片儿。那这个女的是谁？她为什么要遗弃孩子？孩子的父亲又是谁？还不知道。这个女人有精神分裂症，在救助站进进出出的好几回了，每次进去就犯病，非要往外跑，谁都拦不住。上回到救助站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唉，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救助站的人怀疑他遭受了性侵，就报了案。我们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也没查出来，只好是不了了之了。这回是又偷跑出来，就是住附近，还自己生了孩子。哎，他在那儿呢。哎，你好，哎，不要抓我！别跑啊！问你点事儿，不要抓我！别跑，问你点事儿。别跑啊！哎，站住！别跑啊！不要抓我！站住！等等我们！慢一点！站住！你开的车，车是我开的，我真不是故意的，他窜出来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王警官，快打120！喂，120吗？东区公园旁边发生一起车祸，请你们马上过来。我看到你把孩子抱走，
我才走的，一户通道，一户通道。你不是要遗弃宝宝，你是把他送到医院治病的，对吗？孩子送到医院就能活。不，你不能睡，你醒醒，你不能睡，救护车马上就到了，你再坚持一下。宝宝就在医院，他在等你呢，你醒醒，千万不能睡，千万不要睡。小玉，老爷来看你了，娃娃也给你带来了，乖，疼不疼啊？老爷早点来带你做手术就好了，早点来就好了。老爷知道。老爷明白，你乖乖的听话啊！等你的病治好了，咱回家，回家啊！老爷子，该出去了。哦，老爷去外边等你呢。等你好了，老爷接你回家。心脏停了，给肾上腺素，赶紧抢救。肾上腺素。好。出站。这儿。100焦。通电。150焦耳。通电。再来。很抱歉，占用大家休息日，材料大家都有了，大家在自己认可的竞聘人上面打勾，投完票回家吃饭。我快过生日了，反正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竞聘上科室的副主任。主任，已经抢救1个小时了，主任。死亡时间中午1点30分。
姐，怎么了，主任？那个青音的母亲已经找到了。是吗？那警察把她带到医院了吗？怎么说？她刚出了车祸，已经宣布脑死亡了。我们把她带到医院进行抢救，还给她做了 CT。在检查中发现，她以前手臂骨折过，骨头上打过钢钉。王警官说，只有查出她的身份，才能安置那个孩子。每个钢钉序列号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查到她之前是在哪家医院做的手术？都查到了。她叫李小晴，上过大学，毕业前不久得了精神分裂症，还住过精神病院。出院后不久就离家出走了。那他们家里面还有其他的亲人吗？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只有一个舅舅。李小晴在大学的时候登记过器官捐献，捐献的器官有心脏、肝脏、肾脏和肺脏。虽然精神病患者不能捐献器官，但鉴于李小晴登记时还没有发病，所以移植平台那边肯定她的捐献是有效的，并且已经在系统里找到和她匹配的病人。你们是为了救助基金的事来的？听说你想让我来求你，你才肯帮忙，可是我根本不打算求你。我可没说过这话。既然没事，就别耽误时间。我一会儿还有手术呢。我知道，你们一会儿有心脏移植吗？啊，现在你们组的人应该正去手术室取心脏供体吧？我还知道你的病人刚刚得到这个供体。你怎么知道的？奇了怪了。因为这个供体捐献者就是昨天那个青音的母亲。宋主任，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打电话去问王警官。怎么这么巧啊？宋主任，这种情况下，咱们还忍心见着人家孩子见死不救吗？我都听说了，在医院这么多年，我以为不会有人跟我这种经历，可没想到。李小晴的一生好像注定是为了这个青春畸形的孩子而准备的。需要多少个巧合，才能铺成现在这样的结果？就像我之前说的，因为先天性疾病，很多人一出生就和其他人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这就是医院里的生来不平等。走吧，手术了。今天这台手术汇集了胸外、脯外、麻醉、心外的同事。虽然我知道大家今天站在这儿都是无偿做这场手术，但是我还是想要求大家一下，希望大家能拿出12分的认真对待这一台公益手术。有2个理由。首先，这个孩子出生才1周，还没名字，可是他已经没有家人了。
能够决定他是否活下去的人都在我们这间手术室里。其次，今天在我的手术台上，我已经丢了一个孩子的命，所以我不打算再丢第二个。所以今天这台手术，我拜托大家了，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病人已经进入麻醉状态，可以开始手术了。开始手术。佳宇，佳宇，佳宇，预约的时间到了。谢谢。你今天没有工作，可是我等一下还要手术。我知道，可是因为时差的关系，只能有这个时间可以。这个婚姻咨询是很难约的。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努力吗？也许经过这10次的咨询，我们的关系就可以改善。我们现在关系不是已经改善了吗？我已经让你搬到家里来住了。可是我还是睡沙发。我的父母分床睡了几10年，我不想要那样的婚姻。要不这样，你让我回卧室睡，我就取消这次咨询，怎么样？来。Good afternoon, Dr. White. Sorry that we are a little bit late. It's okay. Good morning, Mr. and Mrs. Zhao. Shall we begin? Well, I fully understand that what I did hurt my wife, and I sincerely regret it. But I still think that we can talk it through, because it really takes communications to help each other, to understand,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But that's only my point of view. I think that's what a good relationship is. Yes, I agree. But what about you, Mrs. Zhao? I've told you, right? No, Mrs. Zhao, during our conversation, you weren't very willing to tell me any information. You say you're fine, but actually you're not. You've been hurt, and you're keeping it all inside, which is harmful. For example, I once had a patient who insisted she was fine until one day she stabbed her husband with a knife. Thankfully, she didn't hit anything critical and only hurt his arms. 我时间来不及了，还要多久？ Sorry, Dr. White, that my wife, she has to go to work, so perhaps we can hold this conversation till next time. So sorry. Okay, good. We'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Goodbye. Bye. 可以了吗？还有一个就是这沙发床太软了，我睡不了软的床，你还记得吗？我就是滑雪伤到了背，所以那个我等一下有手术，要不然中午。行啊，那你中午的时候你陪我去买一个比较硬的沙发床好吗？你打电话给我。好。唐主任，病人情况。病人是堪称5连针术后，性功能恢复尚可。但因前下胸壁放置了梯形金属钛板，创面太大，所以要在 ICU 多住几天。
那就让他在 ICU 多住几天，让创口恢复得更加强一点，免得伤口感染了。好的，唐主任。哎，吴敏敏呢？这2天来儿科 ICU 的时候，她不都在吗？今天怎么没来？那天没去机场接叔叔阿姨，是我不好。昨天不是陪他们吃饭也道过歉了吗？你还生气呢？你不说还好，一说我更气。就说接机那天警察去调查，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就算遇到突发情况有情可原，可我爸妈都来3天了，你才去见了一面，就陪着吃了个饭。明明，我妈本来就不同意我们的事儿，现在她态度更坚决了，是怕你忙，以后不顾家。阿姨不同意，你以前怎么没告诉我呀？我不想告诉你，免得婆媳关系不好相处。可你也得有个分寸啊，孝顺长辈，不是我们该做的吗？是，都是我不好，怪我太忙了。我问你啊，你未来的婆婆对你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了呀，她是你妈妈，是你最爱的人呀。我爸妈想去三亚玩几天，我正好有假，你也请年假，咱们陪着老人一起，好好表现一下，也许有救。可现在请年假，正是科室最忙的时候，而且我肯定走不开的呀。科室，你心里就只有科室。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着急嘛，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刚才那几个术后的病人还可以，主要是2次开胸的，要盯紧一点。他醒的也不太好。再观察1天吧，如果情况不见好转，就让沈外来会诊。好。喂，刘峰。什么？什么是关于1000万的艰巨任务啊？我先跟你们预警一下啊，这个病人的情况很麻烦。病人家属包专机，从外地运到我们安和医院，付出巨大。用刘副院长的话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好家伙，包机付出够大呀！用刘副院长的话说，是个知识型企业家，从前也是学医的，后来转行经商，去年还捐了1000万给医学院修图书馆。哎，主任，是安和直系的医学院。听说你跟叶主任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啊，哎，那我和这位病人是校友啊。秦大忠，还没看 CT 呢，你愁什么愁，皱什么眉？哎呀，我是在想啊，医学院毕业的转行都能干这么好，他们什么公司还招人吗？招人也不招你啊，我可以当专家呀。别停了，看 CT 吧。你们看完片儿，我保证每个人都会吐。这简直就是事故现场啊！病人李家和，38岁，3个月前被诊断为主动脉 B 型夹层，在外院进行介入治疗，放置一枚腹膜支架。白烈，提问你，为什么这个夹层可以不用开刀？答：因为是 B 型夹层，位置在降主动脉。可是病人都这样的情况了，还不如开刀呢。放置支架之后呢，病人高烧不退，支架感染，很快就波及到整个左侧胸腔。食管已经被感染了，还破了个洞。食管破溃达12公分，患者反复呕血休克，医生担心血流进食管里，又放置了一枚食管腹膜支架，但是非常的失败，支架脱落，执行掉进胃里，但是食管的破口还在，也就是说，现在每吃一口饭，大概有1半的东西吧，会掉进胸腔里。腹膜支架感染，这是公认的难题啊，这基本上没什么希望啊。所以病人家属现在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们重病组的身上。院领导希望我们再搏一搏，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胸腔当成是大型的事故现场，怎么样能一步一步重新把它建立起来？需要尽快想一个可行的手术方案。你们几个先想一想，我去打个电话。好。
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中午一起去家具店买东西了，临时来个病人，很严重。OK，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喂？这个人工心脏的流量要调的比咱们预想的高。您之前说的是1到30啊，现在唐主任说，等植入人体时需要1到10升的流量才够，所以实验阶段咱们就。王工，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人工心脏的研究报告。你穿的这是什么？衣服呀。我知道这是衣服。我说，你今天这个就很奇怪，你平时不这样啊？王工，我穿什么衣服跟你没关系吧？我是来跟你说正事的。哦，行，你说。人工心脏里面有一个内置控制器。你们现在用的是进口品牌，对吧？嗯。我查到了国内一家公司正在研发这种内置控制器，这是产品的资料，我认为值得一试，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真正的完全国产化，不需要依赖国外的任何零件。我为什么要试一个国产小工厂的这种零件啊？我们做的人工心脏不就是为了摆脱对国外产品的依赖吗？首先啊，不是我们，是我做的，啊。其次，现在是全球化经济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商品可以孤立存在的。你放眼看看这个实验室里所有的设备，你随便拎出一个，它里面的零部件的产地排出来都能排一个联合国。是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国内可以制造出所有的零件的话，这不是更保险吗？任何技术有总比没有强。就像我管理的安和医院，所有的方案我都要备2份，方案 A 和备选方案 B。行，你不用说这么多啊。这样，现在所有的样机我们已经用了这款进口的内置控制器，包括底下那些动物身上装的也是这个东西。唐主任说过了啊，只要有6只动物存活超过60天，我们就可以进入临床实验阶段了。你这个时候给我拿这个东西来，你是打算让我从头再来吗？我没有想到这一层。你当然想不到了，所以我说你不要操这些心，你就搞好后勤就可以了。研发的事情有我们呢啊。知道了，走了。哎，你等一下，你把你这个东西拿走，这废纸。扔了吧。把这扔了。哎呦，我女朋友真好看，比那天试衣间还好看。穿这身衣服其实上班，我觉得挺不自在的。你就是不适应，多穿穿就好了啊。今天咱俩都调休，想玩什么？想要和你在一起，什么都可以。哎，欧阳，我问你个事儿呗。那个中层干部竞聘的事儿，出结果了？还没有。哦。哎，那你帮我看看呗。我怎么帮你看啊？你是义务出场，看个结果还不容易？这个要等院里公布的，我办不到。你看你还当真了，我就随口一说。走，打保龄球去，打完吃牛排。唐主任，李夏恒。主任，感觉怎么样？感觉胸口像破了个大洞。感觉挺准确的。唐主任，
我也是学医的，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没什么希望了，都是我太太，非折腾着把我弄过来，叫我走，都走得不舒心。你要去哪儿啊？儿子还在家等着你呢，我就在这儿陪着你，你哪儿都不准去啊。你是学医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A 型夹层跟 B 型夹层的区别是什么？你看，连我们心外最基础的知识都不知道，就给自己做诊断了。我们想到了一套手术方案，很有可能会治愈，想不想听听？唐大夫，真的可以手术吗？是可以做手术的，只是手术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需要病人全力配合。不知道李家和，你能做到吗？好，你说，我听着。好。先生，您确实是在我们这儿购买的沙发，您看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想换个沙发床。以旧换新呢是抵原价的6折，还有，如果您购买的沙发呢，价格是低于原价6折，我们这边呢是不给您退还余款的，您看可以吗？行吧。您看一下这4款，你有什么需求吗？我就想换个硬一点的，因为我背受过伤。硬一点，行，那这款就可以。行吧，那就这个。那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吧，我们这边呢给您送货上门。地址，地址我不是很清楚。行，那这样，上次购买应该有留过记录，我帮您查一下。哦，谢谢。哎，好。先生，查到了，乐辰小区2号楼1002，留的是唐小姐的电话，还有一个叶先生的电话，注明了如果联系不到唐小姐，就给叶先生打电话。您就是叶先生吧？我不是。那就明天第1期手术，第3期手术会比较麻烦，要建模，然后再约一下麻醉跟胸外的，开个会。唐主任。哎，刘院，问一件事儿。啊，那你们先去忙。刘院再见。那个李家和的手术计划定了吗？定了。真是这么多年没见你对别的病例这么感兴趣啊！哎，人家可是捐了1000万培养下一代医生，为他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这过分吗？不过分，你是院长，关心病人是正常的，你就是病人最好的院长。那当然了。那个第3期手术啊，就转到胸外，我亲自主导。知道，猜到了。哦，对了，那个医疗世界的黎记者要采访你。我没时间啊，李家和的手术。哦，对，这个时候不能分心。那我去应付他，我就跟他说，等动物实验做好了，那个参观采访一起做，你看怎么样？龙护诊，麻烦帮我拿个换药包，我要去趟儿科 ICU。哦。ICU 有啊，为什么要在科里拿呢？科里便宜嘛，而且救助基金提供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得省着用。哎，那正好，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哎，护士长你就别去了 ，ICU 那边护士多的是，是吧，龙医生？是啊。下来。整个宣传还是要拜托你啊。好的。哎，一鸣。刘院长，李英，你们啊，是这样。这个黎记者呢想采访唐主任，但是唐主任太忙了，约了下一次。哦，对了，黎记者，我记得以前你不是老来院里找叶主任吗？怎么最近也不来了？我跟叶主任不熟，是您记错了吧？是吗？哎呀，可能是找一鸣的女孩太多了，我记混了。刘峰。啊，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这样，我先去处理点事，你帮我送送记者。宣传的事，拜托了。哎，好。哎，叶主任，再见。
回来了。回来的刚好，快好了。你在做什么？我们上次在 Amy 家吃的烤鸡，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喜欢吃。今天不太饿。你是不饿，还是吃过了？还是只是不想跟我吃？你到底想说什么？这个家的家具是你跟谁去买的？跟同事去买的。我认识吗？叫什么名字？哪个科室的？你觉得我有义务接受你这样的盘问吗？是你出轨，不是我出轨。我没有在盘问你，而且为什么又提到出轨的事情？不是说好重新开始的吗？但是我从酒店搬回来之后，你就没有好脸色给我看，甚至连一张床都不愿意跟我分享。我只是问几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连实话都不愿意告诉我，这样我们要怎么重新开始？你想听实话是吗？好，不只是一张床，甚至在同一个屋檐下，我都觉得不自在。这样你满意了吗？你去哪里？医院。啊！唐主任，叶主任，谢谢啊。见过李家和了吗？见到了，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感染控制的怎么样了。他营养差，身子弱，要经历3次大手术，是个挑战。只要能撑到明天就行，营养今后可以再补。不过他现在的情况，感染那么严重，没有时间再等了。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没有啊。还嘴硬？你的情绪都挂在脸上，你自己不知道？哎，叶主任，你怎么还没走？他们都去了。你们先去，我马上就过去。行，那我们先去了，拜拜，拜拜。你还有事啊？那你去忙吧。手术室的几个同事约着一块儿去玩卡丁车，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哎，咱们要不要来比个赛啊？怎么比啊？按老规矩来呗。第一个过终点的人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人帮他值一次夜班。你们这儿的人谁能帮我值夜班啊？我还是随便开开吧。重在参与嘛。哎，你们准备好了没啊？好了，好了。那来吧。
别呛，知道吗？本来可以得第1的，结果得第5，气死我了。哎呀，他们总玩，一开始让着你的，那最后一局啊才动真格了。那你呢？你得最后1名，这真是实力还是让他们？一半一半吧。最后1名掏钱，总不能让小朋友们掏钱吧？没看出来，叶主任深藏不露。哪像你啊，跟小朋友们斤斤计较的。我哪儿计较？他们犯规了。你还撞我车了呢，那你是不是也犯规了？我那不是故意的。哎，唐主任，你上去吧，我去趟超市。去超市买什么？刚才去超市你怎么不买？啊，刚才我忘了。啊，没事，你上去吧，我走了，拜拜。主任，都准备好了。病人已经进入麻醉状态，可以开始手术了。开始手术。处长，中层领导竞聘名单已经出来了，院内网已经公布了。还有刘副院长的助理通知说，1个小时之后开会。哦，好，我知道了。处长一会儿要开会。真是晦气到家了。那个老女人她都不给我放水。哎呀，都出了这么些天了，难道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能有什么感情？她比我大6岁。要是个御姐也就算了，你看她整天穿的，跟个老修女似的，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我要不是为了竞聘，我都不会跟她见面。所以你是为了竞聘，专门在社交网络上找的她？哎，也不是，就是撞。这不嘛，我聊了好几天，她才肯发照片。我这一看，哎呦，这不医务处处长吗？我想快竞聘了，拉个助攻，算我倒霉。不过你俩要是分手，他利用职权报复你怎么办？你说的有道理哈，凉个茶。对不起，是我配不上你，以后还是朋友。就是他掉进胃里了。可以了，剩下你们来吧。好，细致一点啊。知道了，主任。唐主任辛苦了。你也辛苦了，叶主任。我们再来重申一下这个规则。第一呢，重点就是6只动物超过60天存活，那就说明我们的实验基本成功，可以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了，对不对？年年还有小李，你们两个记住啊，从咱们这儿过的这些数据，你们一定要仔细核查，千万不能出任何的纰漏，好不好？给你们买的饭放这儿了。哦。哎，你今天这个衣服不错，看上去比较正常。我们呢，重点在硬件部分，千万。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呀，正常。你不是就想说我没有女人味吗？你们这些人都一样。哪些人啊？垃圾人。毛海明，
我就没有见过情商比你更低的。我穿什么衣服用不着你来评价。实话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有样机，安和医院绝对不会跟你合作。记住，我是医务处长，不是你的保姆。以后想吃什么自己买吧。1到10这些数值都在正常范围内。好的。怎么样，唐主任？主任，都挺平稳的。第1期手术做完了，还不错。要看你感染的情况，才能确定第2期手术什么时候做。好好休息啊，周达。要密切关注感染，还有胸腔内的情况。知道了，主任。好，辛苦。李英，你怎么来了？一鸣哥，我有事想跟你说，是很重要的事儿。好吧。佳宇，快点！你看，你这是干嘛？上次做的烤鸡失败了，所以我今天给 Emily 打了一个 video call， 然后她教我怎么样做这一周的菜，尝尝看，味道是不是你喜欢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佳宇，我真的很努力，我很用心的想挽回我们的婚姻。你要怎么样才能从过去走出来呢？我看到你的努力。这既然你从美国那么远飞回来，是来解决我们婚姻的问题，那你就应该拿出你该有的坦诚。我需要知道事实的真相。他是谁？我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在一起多久？只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我们才有能力把它解决好，而不是做一桌子丰盛的晚餐。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可是那些都过去了，提它做什么呢？不好意思。喂。好，我知道，我马上去。对不起，我马上又要回医院了。可是，我希望你能够坦诚地把事实跟我坦白，而不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制造所谓的惊喜，这样会适得其反。主任，病人现在情况？病人现在是主动脉残端膨出血管瘤，增大的速度非常快。如果晚上不手术，我担心血管瘤会破裂，到时候出血会感染到整个胸腔。不好意思啊，有点事儿来了。叶主任，尽量帮我保心跳，病人现在身体太弱，所以我担心。明白。所以我们眼前必须尽快切除血管瘤，然后尽量第2期的手术能够提前。今天晚上这场手术是最难熬的。明白。那我们开始手术了。汤主任，手术成功了吗？还算挺顺利的，感染的部位还有破损的食道已经切除了。恢复的情况要看明天。对。详细的情况周医生会给你讲。谢谢唐主任，谢谢你，不客气，谢谢你。李太太，您放心好了，
李先生的人造血管我们已经给安置好了。我今天已经很累了，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那个女孩叫于梦，是我大学的学生，挺仰慕我。我们一块儿看过画展，喝过咖啡。我真的没有想过事情后来会演变成这样。那天就是看完画展之后，我们去了酒吧，喝了2杯酒。他说他喜欢我，然后我没有把持住。但是我不是因为喝醉了，我很清楚，我确实就是因为寂寞，因为你总是不在。我之前没说，是因为害怕，我害怕你不原谅我。我说完了，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什么问题？那天你在门外，你没有进来，为什么？我怕我进去之后，今后没有办法再面对你。这件事情是我错了，对不起。可我们不只是夫妻，我们也是家人。我们现在要挽救的，不只是婚姻，还有我们的家庭。人已经醒了，插管也拔了，虽然现在很虚弱，但是你放心，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像他这样的身体啊，1天2个大手术，真的算是很能扛了。我们这些医生都很佩服他。哦，对了，我给周医生打个视频，让你看看李家和的情况。好，接通了。嘉禾，嘉禾，嘉禾，你怎么样了呀？嘉禾，李太太，您别着急啊，那个我听一下李先生说什么，我转述给您，啊。哦。好嘞。李太太啊，李先生说了，儿子在家等他，您也在这儿陪他，他哪儿都不去，您放心啊。嘉禾，你要好好的呀，你一定要挺过来。我们不只是夫妻，我们还是家人。所以我们现在要挽救的，不只是婚姻，还有我们的家庭。喂，是我。沙发床送到了吗？如果没有送到，就别让他送了。今天你回卧室吧。你看。那个就是你。都这么小，
哎，明明，你带我来这里干嘛？那个，杨瑞，我年假批下来了。但是我最近不能休。如果不是因为我，就不会这么快的找到李小琴，她也不会死。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这是她的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多关照一下。况且这个孩子刚做完手术不到1周，情况也不是很稳定。如果我每天来上班的话，才能每天来看看他，这样我也放心一点。吴明明，你为什么总是把工作摆在我和你之前啊？我受够了，我们分手吧。哎，刚下班啊？对，走。我们刚去了趟超市。李家河现在术后恢复的不错，已经转到胸外了。后续食道重建就交给胸外负责。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组里面最近都是择期的手术，所以江百烈，在手术安排上一定要合理。很多病人住进来3天了，手术还没拍；有一些病人刚住进来你就拍手术。病人有情绪的话，我们工作起来很困难。我知道啊，主任，实在是太忙了最近。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说。欧阳处长暂时要退出我们人工心脏的研发，所以王海明是缺人。但是呢，他又对动物实验中心的人很排斥，所以又排斥？这个王可真够麻烦的，跟谁都合不来。所以呢，想从我们组里面派一个人，去帮他监管植入手术后的实验羊，去记录一些数据。谁愿意去？哎呀，这怎么连墨了呀？我去吧。你去了，你的工作谁负责？没有人愿意去吗？那就你去吧。确实这个工作呢费力不讨好，所以我觉得，等人工心脏研发成功之后，发表论文的时候，江百烈的名字可以排在我的后面。主任，我去，我那个，我年纪大了，我也应该对小动物们献出一点爱心了。主任，监控数据我才好，还让我去吧。主任，我去吧。重病组怎么能少得了秦主任和廖主任呢？我有精力有体力。哎，别吵吵。主任，我平心的说一句啊，我比他们更有优势。我有女儿，有家有口。你这叫什么优势？就是这怎么不算优势啊？我比你们这些光棍更需要文章去评支撑。现在大家都想去了是吗？晚了，就江百烈去，好吧？江百烈不在组里这段日子，工作龙山东，你带他一下，上手术吧。我去趟医务处。辛苦了。你怎么来了？哦，我是来看看你。欧阳，你还好吗？我很好，我为什么不好？哦，是吗？不是，你不是给我打电话说你跟那个小王大夫分手了吗？还说他人品有问题。
我不是你感情顾问嘛，是吧？那天是我一时冲动给你打了电话。其实你不用来的，我真的很好。对于成年人来说，分手是一门必修课。那个男的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应该感谢他。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免费的课可以上。我要感谢他。这样的机会很难得，被烂人甩了，是为数不多可以让人迅速成长的机会。你是真的看得这么开吗？我像看不开的样子吗？不像。就是你今天这个妆，这是我在网上查的，思前任见烂人必胜妆容，拉长加粗的黑眼线，吃了血一样的牛血色口红，还有这颗痣，就是这个妆容的最大特点。虽然说我不经常化妆，但是我觉得我发挥的还不错，已经掌握到了精髓。反正我确定你没事就好了。没事了，放心吧。啊，对了，还有你跟那个王海明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为什么同时给我打电话说都没有办法接受对方？他那个人呀，反正就是不可理喻。啊，真的没事啊？我没事。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还有台手术，快去吧。挺好的是吧？放心吧，我没事儿。欧阳，你保重啊！一鸣，晚上那场拳赛你真不去啊？我跟你说特好看。去不了，晚上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你？约人了呗，这还用问呀？别多打听了啊！哎，就这么点业余时间，哪像你呀，都浪费在拳馆了。哎，这打人跟救人，到底哪个是你的第一爱好？那我还真得想想。头脑简单，肌肉发达。哎呦，真他闹不清，你是怎么混到我们医生队伍里？老秦，我告诉你啊，这叫艺多不压身。这万一哪天遇上坏人呢？这倒是，到时候可保护好我。那我第一个把你给推出去。你怎么了？那是咱主任嘛。看样子主任跟赵教授的问题解决了呀。你这。走吧，得提前准备呢。唐主任来了，一会儿手术就要开始。对，你这拳挺标准的呀。你来就是为了送早餐？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你一忙起来什么都忘了，这样子对胃很不好。当然了，我刚得知一个好消息，所以特地来告诉你。我之前不是给学校打辞职报告吗？学校同意了，所以接下来只要把房子处理一下，我就可以彻底搬回来。怎么了？你不开心吗？赵佳，你真的想清楚了吗？你毕竟是终身教授的职务，就这样放弃不可惜吗？而且你是教欧洲现代史的，回国之后要从头开始，不然试一下异地，2年。你的工作时间已经让跟你生活在一块儿像异地了。如果真的在异地的话，那咱们干脆结拜当兄弟吧。我是怕你这么做会后悔，你想清楚了吗？当然了，我这次回来发现，国内这几年进步很大，又安全又方便，而且工作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之前开会认识在国内的朋友，已经帮我介绍一所本地的大学，今天还通知我面试，我一会儿回去换衣服就得去面试了。希望你想清楚。当然了。那我走了。雨乔，药配的怎么样了？
都核实好了。喂，叶主任，我是急诊的徐主任，让唐主任马上去急诊。现在？对，让他马上去。你回国了？你回来干什么？赵老师，你这么着急干嘛呀？你来机场接我，我就告诉你。我刚才都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都累死了。你快来吧，我等你。到底是什么病人啊？中心那么多其他医疗组不能接，非让我停了手上的手术让我接。不知道，反正急诊徐主任说，你们唐主任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他？莫名其妙了。唐主任，不好意思啊，停了你手术，但我请示了副院长，领导同意的。病人都已经推到手术间了，虽然择期手术，你们这到底是什么病人这么大的难度？您赶紧看看吧，看看。唐主任，您看一看。来，曹主任。病人的情况。汪月就是新娘，目前血压稳定，80/110。刘东新郎也还算稳定。他不是新郎，我才是新郎。这小子跑到我婚礼上，问我老婆要不要跟他走。刘东，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王爷根本不爱你。你再说一遍。都不要动，都不要动，想不想要命了啊？我又不是致命伤，我老婆那才是。现在还不是你老婆。你闭嘴！刘东，你别说了，要不是你来，咱们俩也不会被串在一块儿。医生，你赶快把那管子拔下来吧，我不想这小子贴在我老婆后面。现在你们都不要吵好吗？情况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管子不能乱动，如果轻易一动，2个人可能都要有生命危险。所以你不要吵了，能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还有你们2位，尽量不要动，而且少说话。知道了。徐主任，这是什么情况？哦，我听说呀，好像是这个婚礼宴会厅的气球的充气罐违规操作爆炸了，正好赶上这新娘的前男友来闹，啪，穿上。主任，我们要不要尝试把钢管外面的部分给锯断了？不然的话，2个人没有办法塞进机器，做不了 CT。哎呀，可不行啊，这太危险了。没错，我觉得现在他们应该是伤到心脏跟大动脉了。之所以2个人现在血压这么正常，是因为钢管堵住了破口。如果现在轻易动了这个钢管，很可能造成大出血，病人会死亡。哎，我就是这意思。现在要做的是赶紧把他们俩运到手术室，而且一定要进行加固，在搬运的过程中绝对不能颠簸，不然的话会很危险。但是手术室的床都很窄，放不下2个人。要不然送到杂交手术室吧。对，相比于普通病房来说，杂交手术室的病床更宽一些，而且有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机，可以全方位透视，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造影。我这就去。哎，龙向东，把那个食道超声做了，还有术前所有的检查。要想最后救病人，还得靠手术。赶紧去啊，又快又好，走吧。简医生，
研发过程中任何细小的疏忽都会导致研发过程绕弯路。王工，你先不要打断我。你能来帮忙呢，我非常非常感激啊。但是既然来了，那你就要全心全意的把这里的工作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去做，服从研发团队的安排。我不是想，不要像某些医务处长那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好了，你可以说了，现在。谢谢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带你去监控室看一下。刚才的检查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汪月主要伤及的是主动脉和肺部，刘东的位置在他后面，所以他直接伤的是右心房。同时呢，他的脊柱已经断了一节，而且已经脱位。现在那根钢管正好卡住了。刚才查过脚趾，还有知觉，这说明神经系统还没有受损。反正如果现在移动钢管的话，这2个人随时可能会因为大出血而死亡。到时候最好的结果呀，就是高位截瘫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尽快想一个能够保住2个人的手术方案。崔主任，你们神外有什么好的建议？现在这么一个情况，肯定是你们心外打头阵，对吧？那心脏没了，那什么都没有了。我只能说，从脊柱手术的角度来看，一般是从他的背后入刀，但是这个男病人的脊柱呢，偏偏又是向前脱位的。那么只能是从腹部入刀，而他的正面呢又被这个女病人挡得严严实实的，而且就这个女病人的伤看起来呢比男病人要严重，理论上男病人存活的几率会更大。如果说你要问我们神外的建议的话，先把女病人从钢管上移除，然后2人同时实施手术。胸外持反对意见，我们认为把男病人从钢管上弄下来，2个人同时手术。刘副院长，如果这么来的话，这男的肯定瘫痪。瘫痪至少还有命，扎成这样能保住命就不错。老刘，你这就不理智了。这个男病人，你只要让我切除他脱出的椎体，重建脊柱的稳定性，他日后是可以直立行走的。还是那句话，这不是走不走，是命不命的问题。你们能别再争了吗？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方案，牺牲一个保一个。现在需要的是能保住2个人的方案，有没有？难道你有？我也没有。江医生，我给你介绍一下，植入术后的实验羊都会单独圈养，会有摄像头24小时记录它们的动态。实验羊身上呢还会连着检测人工心脏转速等数据的电线，数据呢都是在这些仪器上显示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及时发现仪器上记录的异常现象，然后反映给王工还有我们的团队。我明白了，就是我偶尔可能要回科室那边。明白。等送去质检以后呢，就不再需要这么严密的监测，我们轮流值班。行，那没问题。室颤了，室颤了！不行，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开胸。那刘峰刚才说的办法，我先接个电话。喂，王海明，什么事儿？王主任，实验羊3号发生室颤，除颤之后人工心脏停转，实验动物死亡。那说明这是人工心脏电磁介入还不够强啊。如果有大功率的电脑，还有除颤器的话，机器随时可能会停转。我和我的人会着手处理这件事儿，有新的结果我再跟你汇报。哎，我还有件事我要问你，你跟欧阳真宇为什么闹得那么僵啊？你不说，大概我也知道。王海明，你还记不记得你答应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在心脏中心跟我说了什么？我们的合作就好像是，斗地主你会玩吗？啊？
一起排摸了一把的3和4，在概率学的角度来讲，成功的几率极低。现在的赢面已经比那时候大多了，但是我不明白这跟欧阳处长有什么关系啊？现在赢面变大了，是因为虽然我对你有成见，但是我还能找到和你相处的方法。欧阳真宇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严谨的人，他是不会无缘无故轻易退出研发的。所以，王海明，如果你想让别人尊重你，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行，我试试看。唐主任，你刚才说对我有成见，我想知道你对我的成见是什么？喂，你说什么？哎呦，喂，信号好像不好。喂。他们怎么还没有进来？是消息不太好吗？你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放松，因为心情不好会影响血压的。啊，谢谢叶医生。王月、刘东，现在情况比较紧急，我跟你们说，你们仔细听一下。王月，你伤的是主动脉还有肺。刘东，你伤到的是右心房和脊柱。本来我们应该想一个2全的方法给你们手术，可是时间太紧急，根本来不及，所以现在必须要把一个人从钢管上移下来，才能给另一个人手术。如果先把汪月移下来的话，那在移汪月之前，医生要先给刘东上体外循环，排空静脉。这样的话，右心房流血不会太多，基本上是可以保住命，还有他的脊柱。可是，汪月，那你就没有时间开胸了。如果把刘东从钢管上移下来，别说了，移动我吧。刘东，我欠你的太多了，我不想连命都欠你。刘东，你听我说，如果移动你的话，就算是你的性命能保住，你也会高位截瘫，一辈子躺在床上。不用劝我了，我是不同意移动王月的。不行，你是什么人，我最了解了。如果让你一辈子躺在床上，那比让你死了还难受。医生，我愿意冒险，把我移下来吧。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是我来找你的，这一切都是我带给你的。就算你不来，开爆炸还是会爆炸。如果当时你没有扑向我，我可能已经死了。唐主任，我是不同意移动王月的。我也坚决不同意移动刘东。我就不上去了。可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呀。我交了1个礼拜的房费，你就当回过来旅游。你出国念书那么多年，如果想回老家探亲，你就把房钱给退了，这些都无所谓。但是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我回国是想跟我的妻子和好，重新开始。所以过去的事情就留在过去吧。喂，喂，老婆，你下手术了？手术停了，突然出现点状况。你怎么这时候给我打电话？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想听听你的声音。面试怎么样？顺利吗？他们也临时有点状况，所以取消了。那就当好事多磨吧。你几点下班啊？我去接你。不用了，今天不知道要到几点，不来接了。没事，晚点见。哎，你好好吃饭啊，别不吃饭了。好。潘主任，吕潇替你啊。这么大的手术，怎么能让吕潇独当一面呢？还不是我们科主任替我顶一会儿。面子够大的了，科主任替你。还不是因为他好奇，这种罕见外伤以后可能就见不着了。哎呀，是啊，就是现在还没想到什么方案。我在手术室的时候啊，想到了一个方案，但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什么方案？你想想啊，我们现在病人所在的手术室叫什么？杂交手术室，有造影机可以同时做普通手术和介入手术。你的意思是杂交手术？对，先用介入的方法，用腹膜支架堵住汪月主动脉的破口，然后移动它，由胸外来修补肺损伤。另一边呢，心外修补流动的心脏，然后再由神外做脊柱手术。当然了，要先上体外循环机，不然免得大出血。完全可行啊！方案就在我们面前，我们都没想到。你说我们一群外科医生都没想到，被你想到了。我也是看那造影机忽然想起来的，但是汪月主动脉的破口位置能不能做介入，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也是没问题的。你看这个图。就这儿。对，如果做介入的话，那肯定要先麻醉了。可是你看两个人体位这样很危险，那应该是不搬动两个人，尽量不要动他们的颈椎，进行食道插管。对于你是很有难度的。的确是有难度，但谁叫你有一个靠谱的麻醉医生呢？欧阳处长，您这口红什么色号啊？这么醒目。你要喜欢的话，我把链接发给你。啊，那倒不必，谢谢啊。这就是我同办公室那家伙，他对你照片眼馋很久了。哎，你别污蔑我啊！明明是你自己到处炫耀，说找了个网红女朋友。哎，我就特好奇一点，这鲜花怎么插牛粪上了？那还不是他死缠烂打呀？哎呦，这狗粮撒的呀！哎呀，我吃饭。这谁呀？王峰，你找我们处长啊？他没在，出去了。出去了啊？出去好，出去就不怪我没来过了。什么？没什么，你去忙吧。谢谢啊。不是。欧阳处长，我可能之前不是对你很尊重，我跟你道个歉啊。但是我绝对不是不尊重你啊。那我现在正式的向你道一个歉，对不起。但是你其实也说过我，对吧？你说我情商不高。你还说我要不是因为手上有样机的这个资源的话，你们安和不会跟我合作。那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其实也应该跟我道歉，对吧？
我们俩就互相道个歉，就扯平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好吗？我在跟你说话，你不要这么没有礼貌啊。你，我有那么好笑吗？说完了吗？喂！哎，欧阳处长。支架成功释放，主动脉保住了，可以分离病人了。王月情况怎么样？情况挺好的，说很快就醒了，刚拔了管。刘东呢？他的手术时间可长多了。血止住了，应该可以挺过去，不过恢复期会很漫长，还有脊柱的问题。真希望他们赶快好起来。我去看看王月。我一会儿接了一个阑尾的急诊，家属在门口等着，我去了。好。唐主任醒了吗？醒了。唐医生，辛苦了，尽量少说话。刘东，他怎么样了？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刘东挺过来了，所以你放心吧。太好了。你先好好养着。我跟护士们商量过了，等你恢复的差不多，我让他们帮你跟刘东视频通个话。不用了。为什么？等我养好了，我还要和魏杰结婚，成了别人的太太，前男友就不见了。你还要跟魏杰结婚？可是你跟刘东在手术室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是为了彼此，愿意放弃自己生命。我还以为你会。爆炸的时候，刘东扑向我，保护我，我们两个都可以为了彼此付出生命，但是却熬不过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唐医生，人的一生能经历几次爆炸？可是生活中到处都是鸡毛蒜皮。魏杰才是那个最适合我的人。可是你不会不甘心吗？唐医生，
有的人是适合一辈子在一起的，而有的人只能一辈子藏在心里。这个最后问题啊，中国还有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剩下的种种自己来看去。走吧。副市长，你不是去找杨瑞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我和杨瑞彻底分手了。怎么会？你知道就行，别告诉别人。哦。喂，你先别哭，慢慢说。你把你家地址发给我，我马上过来。好。明，一鸣哥，你来啦！我之前啊加了一台阑尾炎手术，所以有点耽搁了，不好意思啊。没事。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我有事想跟你说。进去说吧。啊不，我不想在医院说，是很重要的事儿。忘了，忘了。我要是再喝一杯，我肯定就能想起来。哎，你别喝了，你是不是喝多了？服务员，帮我再来一杯。我不喜欢他了，我觉得我自己就像这个卫生纸一样，被这样用过了之后。这么一扔，像个垃圾一样。别哭了，你自尊心都碎了。那你再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让你心里面能舒服一点？你等着，我现在这是他送给我的2样东西，看着就生气是吧？动手吧。啊！用剪刀剪啊，剪了它。动手吧。犹豫什么呢？你就咔咔咔剪，像剪断感情一样剪它。你还犹豫什么呀？就这样看着啊，剪，使劲剪，你就把他想象成是那个烂人，使劲儿，把他剪得稀巴烂，炒鸡蛋，哎，出租车！
喝多了，我送他回家。好。走吧，上车。师傅，走吧。回来了。嗯，你同事怎么样？没事儿，闹了点情绪，哭了哭鼻子。女人真可爱，不管到了几岁，都跟小女孩一样。我太累了，先去洗个澡。哦。你到底要干嘛呀？赵教授，我和你的关系什么时候结束，由我说了算，不是你。以后我什么时候想见你，你都得来找我，不然我就把真相告诉你老婆。我想，如果你老婆知道真相的话，一定不会和你重修旧好。你怎么了？哦，没事，刚才弄花的时候不小心扎着了。没事吧？你还买花了？哦，今天早上去买了花。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